27岁来自辽宁个体，王女士28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什么情况？来，有请。什么情况？那边吗？是编导说让我跟那边出来，但是，我跟他分开在一起，从来没超过这么长时间。他一会儿怎么长时间？这一转门不就15秒吗？不行，他从转门这面，我在这儿站着，他跑了怎么办？看着是吧？对。你算我们史上第一位这样的女嘉宾，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感。对，这样的主持人，结婚之前还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他总说我黏着他，没有个人空间。我觉得我都嫁给他了，我就是他个人空间，他还要什么个人空间？对，你就是他的你要什么个人空间呀？我跟你说，主持人，他这个就是说黏有点太黏了。咋黏？包括这个工作上，包括这个朋友出去都需要在一起。我就想跟他一个工作单位，怎么了？不是。现在他不是个体，你不是自由职业吗？是他现在自己干店儿。之前我们是在一个工作单位上班。之前吧是这样，我们是在同一个单位，完之后呢不在同一个部门，休息的时候或者说他有时间的时候，他就过来找我。他每次都过来找我，每次都过来找我。之后的话，领导就因为这个问题找我谈过话。后来的话也是因为他这个太粘人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上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也就是辞掉了。那我俩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就这样吗？那会儿你也是工作比较自由，自己干买卖，然后你就在我单位陪着我上班，一陪一天。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2个人在一起上班的工作，那你就陪着我能怎么了？那我之前的话，我是有那个时间，但是婚后的话，那我作为一个男人，责任会更重一些。那你就拿离婚跟我说事儿啊？今儿离婚，明儿离婚的，不提离婚，我能把结婚证弄丢吗？哎呦，主持人，我跟你说，在来之前，节目组需要这个结婚证，后期的话都找不到了，他也不知道给藏哪去了，这都是现补的结婚。是这样的，主持人，他跟我吵架，一吵架就说那咱们别过了。我合计怕他跟我离婚，我就把结婚证藏起来了。吵一次架吧，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吵一次架吧，我把结婚证换一个位置。换来换去，可能藏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导致这次来的时候，我都把家拆了，我都没找着我把结婚证藏哪儿了。然后我们先去补的结婚证，这就不乐意了。那你说我藏起来了，我忘了，还不是因为跟你吵架？那你这你觉得我说跟你离婚就可能离婚吗？再说了，想离婚的话，那还非得有那个结婚证吗？那有其他的办法不也得？他还是想离婚。哎，你怎么这么没安全感？是这样的，因为可能是跟我前男友有关吧。因为我之前处过男朋友，然后他就总是欺骗我，然后总是晚上出去喝酒，然后有一天呢告诉我他加班，然后我正好跟闺蜜逛街，逛着逛着吧，我就在那个橱窗里看见一桌子人，他们那站起来举个杯，然后我进去哗就把桌子给周了。他那个前男友，他之前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后期的话，导致我都不敢跟我的朋友出去吃饭。就算吃饭的话，要不然带着他，要不然不能超过小区。那你那天搁楼下跟你哥们儿出去吃饭，不也是我没去吗？那你规定我2个小时必须得回来，完之后每隔10分钟给我打个电话，每10分钟给我打个电话，最后我电话都打关机了。那你后来不关机了吗？我们俩的关系是不能超过200米，你这都超过我2公里，都在小区楼下了。我扒窗喊你，你能听见吗？为什么不能超过200米啊？因为我觉得他要跑了呢。跑了呗。那不行，我好不容易结婚的，跑了咋整？而且他也挺享受这过程的呀。享受吗？我之前还好，但是婚后的话，就是说朋友也多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的也特别多。你说他带着闺蜜去吃饭也好，逛街也好，你都带着我，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是挺尴尬的。我觉得能接受我的人才是我闺蜜，接受不了我带着你的都不算我朋友。你不怕你闺蜜跟他有点什么？不可能。为什么呀？天天在我视线范围之内呀。而且我的世界里只有他，他陪着我吃饭，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照顾我。就是家务活都是他干是吧？对，什么都是他是吧？对，从我认识他开始，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照顾狗都是他。那你干嘛？我待着，玩游戏，然后呢？看电影啊。然后我觉得还好啊，我没觉得什么呀。那一次吧，
我那天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难受，完了之后他就非得说饿了，那你那个给我弄点吃的吧，给我做点饭。正好是赶到夏天的时候，厨房的话更热。做完以后，他叫我吃饭，我说你先吃吧，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才他才这个摸我说我高烧了，完之后说要带我去医院。那我不也没吃饭带你上医院了吗？那我都高烧39.5度了，那你要再不带上我医院，那我可能就得120抬我走了。那我不也没吃饭吗？我不也陪你去医院了吗？那你不陪我去医院，那我也自己去啊。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他呢是个实体店主，在家微商靠手机挣钱，然后他就每次都鼓着电话。那你说晚上小姑娘找你是因为啥呀？有一天他洗澡，电话响了，我一看在吗，哥？然后我就给他回，我说在，哥，我怀孕了。我就没明白，我说她怀孕了找你干嘛呀？又一个小姑娘，晚上8点在吗，哥？我失恋了。你是感情专家呀，失恋了也得找你，怀孕了也得找你。主持人是这样的，我的客户呢，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成为朋友了，分享一些事情啊，都很正常的事情。知道的是你客户，不知道以为怀孕孩子是你的呢。还有，我俩是这么认识的，主持人，我是他的客户，然后他这个人呢，真是特别体贴。然后有一次我失恋了，他就陪着我聊天啊，怎么样？最后成为他媳妇儿了。那你是再想找个媳妇儿还是怎么的呀？我之前的话，那我那会儿也没有对象，我也没有成家，对吧？那我很正常啊。那我现在已经成家了，你担心这些事儿的话，我感觉没有必要。其实这些都行。他每次陪我逛街的时候，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走。然后我每天我就感觉我在重复一句话：哎，你等等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也是，我说老公怎么样？他我说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你说啥？好像我在自言自语一样。这个。就是说吧，因为咱俩结婚以后，我需要养那个家，包括车贷、房贷。那你说客户我不聊，我成天所有时间都来陪你，那你觉得这个家还怎么能继续走下去呢？我打断一句，今天你为什么来？就是说我希望他多能给我一点空间吧。你今天为什么来？我希望他更关心我一点。不是挺关心你的吗？没有，他就一直整他的那个店，整他的那个电话。所以你在家里面，所以你在家里的工作就是求关心，对吧？对，或者是我可以上班啊，你陪着我，我们一起找个工作，你陪着我上班都可以。你多大了？28。确定吗？确定。其实我感觉我要求的不高啊，像正常。你还要求什么呀，姑娘？都听不下去了。我觉得还好啊。还好。他认识我的时候我就这样啊，我俩恋爱了1年多才结的婚。我问他。认识他的时候就这样，对吧？就这么黏是吧？对。那怎么就要结的婚呢？爱他呗。爱他什么呀？其实他身上也有他的优点，就是对父母啊，还有一个是处理一些事情上啊，他也会给我一些就是说合理的一个建议。其实我只是跟他这样而已，我不是不会做饭，不是不会洗衣服，不是不会收拾屋子。可是在生活里你不是又跟他吗？夫妻俩关起门来就是100%的世界呀。但是我跟别人不这样。接着问。后悔不？有点后悔。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告诉他有点后悔，是这意思吧？我是希望他给我一个空间。啥样的空间？说清楚点。就是说我每天我有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安排，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时间计划。你不能说你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要干那个。他这样的话就把我就是一天安排的时间计划全部都那你的一天安排就是半夜给客户送货吗？主持人，有一天晚上我睡觉10点，一睁眼睛半夜人没了，你吓不吓人呢？然后打电话，他说给顾客送货去了，那怎么的？客户都得半夜去啊？哪个客户半夜需要送货？主持人，我跟你说，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损失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客户，导致也很大一个经济损失。这个我也没有说什么，但是这次的话我解释一下，这个就是说也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客户，大家都处成一个朋友和关系了，所以说有一些事情的话跟我做个分享，在微信上聊一聊，这都很正常的事儿，他非常在意。我问他几个问题吧，一个成年人可不可以有自己正常的交往？可以啊。一个已婚的成年人该不该有自己正常的社会交往？可以啊，但是你带着我就可以啊。非得带着你？好了呢？就是不带着你就叫非正常的社会交往，是这意思吗？对。是这，就是你界定正常的交往就一定要带着你，是这意思吧？我只是跟你撒娇，跟你这样，我只是希望你再关心我一点啊。不，你关心他，也许他就更关心你了呢。
你关心过他吗？除了没给他洗衣服，没给他做过你看啊，饭。不洗衣服不做饭，其实你挺关心他的。他去哪儿你得问，对吧？对呀他跟朋友在一起你得陪着。对呀你逛街你也拉着他陪着，你说你多关心他，对不对？对呀。就是一生一世还想跑。对对对，就是一生一世。我领证呢，你还想往哪儿跑？不，因为是这样的，主持人，我俩结婚之前他就说过这句话，我说我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怎么办？他说没事儿，他说我会洗衣服，我会做饭，我就不会生孩子。我说太好了。就是你只负责生孩子，其他的事儿都由他来了，对吧？他是自己说的。行，你说的啊？对，是我说的。后悔不？后悔。就是，别老说大话。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是如何帮助这对夫妻走出这种信任不信任、安全不安全、撒娇不撒娇、要爱不要爱的困惑的。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姑娘，哎，你什么都当真哈？对啊，就是我这个人很天真，就不光是他，别人跟我说什么我都信。你做的事儿全是就是一味的索取，不懂付出的这样的事情。你说你结婚，作为妻子，你尽到了什么妻子的义务吗？我陪他一起吃苦啊。吃什么苦了？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很多钱的欠房贷、欠车贷，但是我都愿意跟他一起去还呀。那你现在有挣钱的能力吗？我可以上班啊。你可以上班，你上了吗？没有。所以你现在还是花他的钱，你陪他吃什么苦了？他一人扛起了家里的所有的经济重担，还得照顾你吃饭穿衣。人家高烧到39度5，你还说给我做饭去。我真的不知道他发烧，我只知道你难受。爱他，你连他发烧都不知道，请问爱在哪儿？所以你有什么立场站在这儿跟我们说你害怕他跑啊？我觉得你没有任何的立场，因为你没有做到任何妻子该做的事情。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应该有独立健全的人格，这是最基本的。你用眼睛是看不住男人的，况且我觉得你这不是看，你就是在作，你在证明我能治你到什么程度，最后治的是你自己，知道吧？好，就说这么多，谢谢。男生是要空间是吧？对，要什么空间啊？就是说我在和朋友啊喝个酒，谈论事情啊。比如说别的女客户怀孕了要去安慰人家，比如说她失恋了，你要去抚慰人家，是这种空间吗？其实不是这种空间，那个只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哦，那还是你工作中的一部分。对。所以你还希望他要支持你的工作，是这样吗？我相信可能是。因为即使现在的生活当中，你就跟他物理的在一个空间里，但是你只在看手机。可能刚才的表述，大多数人会认为，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你怎么这么不给他空间呢？但实际上我看到你只是做了表面的工作，你是给他做了饭，你是给做了很多的家务，但这些都是表面的。你认为你只需要把表面工作做好了，你就应该给我更大的空间。这可能是你想要，也就是对方最害怕，所以他就会变本加厉的用物理上的空间对你的限制来黏着你。所以呢，要改变对方，先改变自己，不要对其他的女生去那么热，不要搞那么多暧昧分不清楚的事儿，只对她热就好了，对其他的女性冷一些，好不好？另外呢，我跟女生再说两句。我刚才替你说了啥，但并不表明了你没有问题。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从何而来，你这都从他身上去要，这是不对。真正的快乐和幸福是要从自己身上去获得。比如说，你让自己忙起来，好不好？让自己找一份工作，甚至于找不着工作，你先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不对？让自己能成为自己快乐的机器，去找快乐，别在他身上找，否则这种挖掘迟早会挖空的。就这样。我先说说关于黏的事儿啊。固然你们这对夫妻，妻子黏着丈夫，让我们今天听起来是超出了正常水准之上很多的。但是有一点不要忽略，这个是说给男生听的。你不要以为是他黏着你，你也黏着他。你来想想你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两个人全退化成小宝宝了。你也像过家家一样，我哄你开心我就给你做饭，我哄你开心我就去哪儿都陪着你。
一种很可怕的退化。女生，你觉得人生你就把这个列为常态，我只要黏着他就会快乐。但你回头看看啊，你看看那些2、3岁的小孩，你觉得他们特快乐是吗？对。你想做2、3岁的孩子，对。但你今年是28岁啊，你不成长啊。什么样的年龄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才是快乐的基本要素。可以夫妻之间有这种黏腻，有撒娇任性，有时候愿意自己做个小孩，但有时候我们也得做一个母亲，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妻子，有时候我们要做朋友，这些角色都得有，才称为人生。28岁多年轻的青春，大好的时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了。你把自己都搞丢了，你还能搞明白婚姻和爱情吗？你必须长大，要不然生活就会淘汰你。淘汰你的不是他哦，你会被生活淘汰。而先生，我觉得你也要成长。这种黏黏腻腻的状态和你有极大的关系。你也喜欢这样的模式，但你也要长大，各自找到生活的爱好和乐趣，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好吗？谢谢。姑娘，你知道那个孩子为什么有的时候撒娇让我们喜欢？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小孩只有这么高，上面东西拿不着，他就撒娇让我们去拿，很可爱。你说你这么高一个子，明明够得着，你要撒娇让我们去拿，你说讨厌不讨厌？但关键的是你不知道，你居然不知道你的所作所为让人反感。我的女儿每一次在我离家出差的时候也会撒娇，她觉得撒娇我就不会走。现在不一样，现在我每次说要走的时候，她只会咬着嘴唇，忍住眼泪，说一句你早点回来。在那一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她的成长和独立，因为她的泪水是为了我，却把忍耐留给了自己。你需要学的就是这个，知道吗？你不会连一个3岁的女孩都不如吧？真正的爱就是我离不开她，但我不能耽误她，我把忍耐留给自己。28岁做点女人该做的事儿。男生，你一直以来是不是也有点自卑啊？所以觉得一个女人全心全意的黏着你、赖着你，是你价值的体现。所以你也有点言不由衷啊。你要是希望人家一直这么靠着你，那你就一直坚持着。我相信如果有哪一天这个女生像我们所描述的开始独立了起来，你会不习惯，你反而会害怕。其实你们俩人都缺乏安全感，所以才像老师所说的，你们俩是彼此都喜欢黏着，不只是你，还有你。等找到你们真正能够在婚姻当中各自独立的人格和生存能力，以及今生支撑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才是真正的相爱，对不对？感慨万千。我上学之前吧，然后都问说你有什么梦想吗？我说我的梦想就是找个好人嫁了，然后就真的嫁了，就没有梦想。现在可能真的是我需要找点事情做。跟你有什么梦想其实没有关系。你认为一个女人在家里面就应该被男人宠，认为我嫁给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你的人生有太多的我应该怎么样，但是在你的人生里没有付出这个概念，所以就是这样。今天算是一个夫妻关系的调整吧，慢慢来调嘛。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距离的，有的时候距离远了心可能更近，有的时候物理距离很近，其实心是很疏远的。像他看手机这个问题不是他一家的问题，现在好像很多的家庭都是因为手机这点事儿闹得不可开交。闹什么呀？是你不再关注我了，所以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女生就非常简单，找找自己，你不能失去了你自己。老师们说了很多方法，供你们参考吧。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我希望你能多给我一些关心，再多一些。因为恋爱的时候你就这样，结婚的时候我不希望你变，答应的承诺就要做到，希望作为一个男人能答应我。我之前我承诺的，我也在用心去做。可能我结婚后的话，就是说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嘛，可能缺乏一些对你的关心。我呢也希望呢，就是说你也能多给我一点空间，也多理解一下我。希望以后能让这个家更加的完美、美满。白跟你讲了，一点都没听进去。来吧。还记得我第一次给你做的饭吗？就是一个可乐鸡翅。今天我给你做了，我希望你记得我的好，我也是有好的。哎呦呦呦呦！我就做了个鸡翅就感动哭自己了。哎呀，你那个呢？我那是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呢是在我求婚的时候是他送给我的。是这样的，他准备跟我求婚。他的小动作可能时间长了让我发现了，然后他布置的现场很漂亮，也请了很多朋友。当他跪地上跟我说你嫁给我的那一刻，我告诉我闺蜜去把我准备的戒指给我拿来，然后我向他求个婚。还是那句话，我是认为这个世界上凡属你想祈求得来的东西你都得不来，平等最重要。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哟，行吧，来吧。恭喜你，可以离婚了，好不好？听老师说的一切，我才知道我真的错了。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索取，并没有付出。但是相信我，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改正，做一个合格的妻子。也请你给我时间，让现场的观众和老师证明，我一定会好的，一定会改变的。其实，今天兔磊老师说的是对的，我这人比较自卑。我也是缺乏安全感，只是说一直在欺骗自己而已。希望吧，我们以后通过今天《爱情保卫战》这个节目，能找到各自身上的问题。咱俩以后的话，希望能更好的走下去。把它戴上吧，我再也不会让你再把它摘下来。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希望我们能一起幸福的走下去。我真的敢。啊，祝你们快乐啊！祝你们幸福。谢谢两位，请回吧。